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T。如果你跟我是同一个时代的玩家，那你一定记得一款国产游戏，它的名字听起来超普通，几乎所有人都去过，主题也超级日常的便利商店。好笑的是，因为这个名字真的是普通到笑，导致他们后来打商标战的时候还打输。而大家一开始玩这游戏的时候，本来只是想开一间干干净净、灯光明亮、顾客开心、员工幸福的街角小店，结果玩没多久就开始想，这个便当能不能再贵一点？这个员工能不能再撑久一点？隔壁那间店生意太好，有没有办法让它倒霉？这就是便利商店最神的地方。表面上是一款温馨的经营模拟游戏，实际玩下去，很多人都默默打开了自己心中的黑心老板开关，就像黑心局。不过今天不只要怀旧，因为便利商店在台湾游戏史上的意义远远不只是好玩而已，它是傅群峰资讯走向黑局的关键一击。他把 PC 单机游戏从传统3C 店推进便利商店，让游戏变成一种可以被学生、家庭、轻度玩家顺手带走的大众商品。也正是这次的成功，让后来的游戏橘子有机会更名扩张，代理天堂，正式踏进台湾网络游戏时代。那么要讲便利商店，我们得先把时间拉回1990年代中后期，那时候黑局还不叫黑局，它的前身经历过富进、富优、富丰群等阶段。刘伯元和他的团队还在摸索一件事：台湾游戏公司到底要怎么活下去？于是1996年，他们推出了一款很有野心的单机冒险游戏《富贵列车》。这款游戏可是做了中韩英等多语言版本，由此可见，团队是真的想把台湾游戏推向更大的市场。问题是有野心不等于有本钱。《富贵列车》虽然尝试多语言版本，但因为没有足够资金打入全球市场，也没有针对不同区域做出差异化，最后让公司受到重挫，陷入重整压力。因此，便利商店变成了最后一根的救命稻草，不成功便成仁。于是，傅群峰在前一次挫败之后，重新找市场、找题材、找通路，再次压住。这次他们没有做宏大的冒险题材，没有史诗世界观，没有拯救人类，也没有什么宇宙命运。他们选了一个台湾人每天都会经过的地方——便利商店。这个选项现在看起来很自然，可是，在当年其实非常聪明，因为便利商店不是重度玩家才懂的东西，学生懂，上班族懂，家庭主妇也懂，甚至3岁小孩都懂。你不需要看说明书才知道什么叫补货、结账、顾客排队、店员太慢，你只要走进去买过东西，你就懂。而便利商店题材最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它把经营模拟变成所有人都能一秒理解的生活经验。不过，便利商店真正厉害的地方还不止于此，它的厉害还在于整套打法。当年的正版 PC 游戏售价往往不便宜，不少主流作品动辄数百元到上千元，购买场景也比较集中在电脑软体店、书店、资讯卖场。换句话说，你要先知道去哪里买游戏，才有机会买到游戏。结果便利商店的打法反过来，他采取当年 PC 单机游戏少见的大众化低价策略，当年只要299元，根本就是现在 Steam 上一堆好玩又便宜的游戏。再搭配便利商店通路，把游戏放到更接近日常生活的位置，这就是它的破坏性创新。它不是等玩家去找游戏，它是让游戏出现在玩家每天会经过的地方。我们去超商买饮料、买零食、买便当，突然看到旁边有一盒游戏，而且那盒游戏就叫便利商店。我小时候还真就爱去便利商店的架上看看他们有什么游戏，就是他们开创出来的。这招着实非常高明，他把商品、通路、题材3件事绑在一起。你在现实的便利商店里买了一款让你经营便利商店的游戏，这套设计就像架上的商品突然开口对你说：“你每天都来买东西，要不要换你来买东西啊？”甚至他们不只靠低价和通路，当年天星在电玩节目与玩家圈相当有名。想当年我都是看电玩大观园长大的，天星也是真的有够大哦不，我是说电玩大观园有够大。于是便利商店便把他的形象放进宣传与游戏里，直接就在台北西华饭店举办记者会，还由天星担任代言。这在90年代末的台湾游戏圈可谓是相当高调的明星行销规格。那个年代明星代言游戏其实还不算太多，后来网络游戏时代那才叫一个炸裂，什么 RO 天堂500的通通都有明星代言，好像没有请明星就输了一样。因此低价超商铺货、明星代言、日常题材这4个元素连锁在一起，便利商店就不只是卖游戏，它是在改变游戏可以在哪里被看见，可以被谁买走的套路上。于是便利商店在亚洲5地累积销售超过120万套，让傅
富群峰证明了台湾单机游戏也可以透过包装、价格与通路打进更大的大众市场。接着就让我们稍微来玩一下游戏。这个便利商店的玩法非常简单，选地点、规划店面、进货、摆货、调价格、请员工，然后看着顾客一个一个走进来，把钱噗噗噗的交到我手上，看起来好像真的很简单。但老游戏最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它其实没有太多的教学，而是直接把你丢进一间空店，然后说老板，请问有什么吩咐？因此新手第一个容易犯的错就是只看便宜地段，看到租金低就觉得赚到了，结果开下去才发现客流量少的像擎天刚还没发生夜战前一样，店员站在那里发呆，货架摆得再漂亮也没人买，甚至就连要卖什么都会有客群上的不同啊！这游戏很早就教我们一件残酷的事，开店第一件事不是热情，是地段，根本就是真正的便利商店教战手册。人多的地方成本高，但有客流；人少的地方看起来省钱，但如果根本没人进门，那就只是把资金慢慢烧掉。所以前期最稳的思路应该相当的明朗了。而当年便利商店的画面放到现在来看，肯定非常阳春，2D 等角视角，小小的货架，小小的冰箱，小小的收银台。可是当年真的有一种魔力，它让我觉得自己不是在玩一张数字票，而是真的在整理一间迷你超商。要想货架怎么摆，柜台放哪里，客人走得顺不顺，热门商品要不要放在容易经过的地方，这就是喜爱模拟经营游戏的我最喜欢的醍醐味了。而且以前我们去便利商店只会想饮料在哪，零食在哪，套在哪，不，我是说手套在哪。虽然游戏里真的有在卖就是了，而玩了便利商店之后就会开始反思，为什么饮料柜要放那边，为什么柜台旁边总是摆一些小东西，为什么热门商品不能藏太深。接下来就是补货了，每天都在看商品卖的怎么样，哪些卖很快，哪些摆到都没人碰，哪个货架又空了，哪个品项又进太多。前期最重要的攻略就是不要贪，很多人看到某个商品卖得很好，马上进一大堆，结果货架看起来满满的，账户却空空的，因为钱全部卡在库存里。这就是经营游戏最可怕的地方。玩到后来我才发现，我根本不是什么老板，我只是个天天看门的场馆而已。再来就是老玩家最爱玩的部分，定价。正常经营当然是抓合理利润，让客人愿意买，店也能赚。但只要是人来玩经营游戏，很容易走向黑暗面。毕竟现实世界就有一大堆黑心厂商了嘛，你说是不是？因此这个饮料能不能再卖贵一点，这个便当能不能多赚一些，这个客人看起来好像也不是很会比价。于是便利商店就从温馨开店慢慢变成良心与利润的拔河。因此先用正常利润稳住客流，再逐步测试哪些商品可以涨，哪些商品一涨客人就翻脸。有些低单价商品稍微提高价格，顾客不一定立刻崩盘。有些热门商品抓到甜蜜点就能成为前期累积资金的关键，但价格拉得太夸张，顾客就会出现不满反应，店面评价和客流也会受到影响。毕竟游戏里可没有因应原物料上涨的借口嘛。而这里最好笑的还是便利商店没有用很严肃的方式教你经济学，它让我自己试，不断的测试客人的底线在哪里，试到客人开始不爽，试到销量突然掉下来，试到我发现人的耐心跟钱包都是有极限的。真不愧是开便利商店教战手册。所以这款游戏最邪恶也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一开始想让你学开店，结果玩家全部开始研究怎么开黑店。不是人类不善良，只是看到利润数字往上跳就回不了头啊。不过好笑的还有员工系统，每个员工都有不同能力，有的速度快，有的体力好，有的看起来就像刚从路边抓来的一样，所以员工可不能乱请哦。除非是像中华一番那种餐厅游戏可以用人海战术就不一样了。因此在便利商店里兵贵精不贵多，但是排班也不能压得太过极限，员工不只会被操死，还会掉效率，效率掉客人就不爽，客人不爽营收就掉，营收掉你就等着回家吃自己。有趣的是那还是一个时薪80的年代。不过本作除了对内压榨员工，对外还有竞争对手。一开始大家可能还很正派，想说我要靠服务、价格、商品种类打败对手，但玩久了我逐渐理解一件事，良性竞争是很好听，恶意商战比较好玩。而且当年的游戏总会有一堆秘技，诸如 Battle、信仰 Sky Hard 能叫出贱狗蜡笔小新来攻击别人的店。甚至就连现在没什么年轻人认识的贞子都可以叫来闹场，当然也可以叫出咱们最爱的天心店长来顾店。
还有最强的秘技 We Are Family， 但是要用这个秘技之前，要先在选商店的时候，在空白处连点好几下之后，叫出隐藏商店才能够使用。使用之后，不止各项能力大涨，还会多出20位隐藏角色，而且每一个都跟鬼一样强。这些秘技最令人怀念的地方，不止在效果，而是在那个年代的传播方式。不是官方公告，不是更新说明，也不是Steam讨论区，而是同学下课突然靠过来，小声跟你说：“我跟你讲一个秘技，你不要跟别人说。”那个瞬间比秘技本身还有年代感，当然也会有被同学骗的时候，试了半天才发现根本狗屁，而且案例还多不胜数啊！就这样，因为便利商店的成功，直接让富群峰在同年11月11日更名为游戏橘子数位科技。这个名字后来几乎变成台湾网络游戏时代的代名词。便利商店带来的现金流、声量、通路经验，以及游戏不只要会做，还要会卖，题材、价格、通路代言、媒体曝光，全部都是游戏商业模式的一部分。后来2000年，游戏橘子代理韩国线上游戏天堂，这一步真正把公司推进另一个时代。天堂带来的是一个大型线上社会，玩家在里面打怪、聊天、交易、攻城结盟、吵架，约对手到擎天岗单挑，甚至让天币和台币产生交易，更让游戏橘子正式挂牌上柜。所以便利商店的位置很特别，它是一座见证时代转变的桥梁。一边是台湾90年代的单机游戏、实体通路、光碟盒、电脑软体店、便利商店货架，另一边是2000年后的线上游戏、会员账号、虚拟宝物、网咖、天堂，以及后来更复杂的网络游戏商业世界。便利商店不是这段转型的全部，但它确实是游戏橘子跨过那道门之前很关键的一次成功。不过，便利商店成功之后，后面衍生出的同类型经营作品，例如素食店、火锅店等，全部都是换汤不换药，毫无新鲜感。加上游戏橘子的资源与注意力快速转向线上游戏，用膝盖想也知道，单机经营游戏卖完一套就是一套。另一边是天堂这种大型线上游戏，玩家长期登录、互动、交易、社交，只要代理跟维护伺服器，不用砸入大量的研发资金，躺着就能赚进大把钞票。对公司来说，重心往哪里移动，有如秃头上的狮子，明摆着的。不过也造就了台湾许多游戏公司后来变成畸形的代理公司这种糟糕的现象，而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现在回头看便利商店，它的缺点其实很明显，操作界面以现在标准来看相当的卡，很多管理动作需要来回不停的选，后期容易变成重复作业，数值回馈也不是每次都够透明，有时候不知道顾客不爽到底是价格动线缺货、员工效率，还是系统只是单纯想让你痛苦。到了中后期，当店面稳定、资金起来后，玩法也可能变成固定循环，补货看报表、调价格、排班再补货。一开始玩起来像创业，玩久了就像在上班。但奇妙的是，这些缺点没有毁掉它的怀旧感，那个有点卡的界面、重复的补货、笨笨的顾客、处处的像素小人，反而全部变成记忆的一部分。因为我们怀念的不是一款完美的游戏，我们怀念的是那个坐在电脑前，真的相信自己可以从一间小店开始，开出超商帝国的晚上。便利商店不只是一款游戏，它让富群峰找到了一条路，从富贵列车的重挫到便利商店的成功，再到1999年更名游戏橘子，2000年代理天堂后上柜，这条线拉起来看，你会发现便利商店就像一颗短暂却璀璨的烟火，它照亮的是台湾单机游戏最后一段热闹的夜空。烟火散掉之后，下一个时代已经来了，那个时代叫线上游戏。所以便利商店不只是游戏橘子的起点，也像是一个预言。当年我们在游戏里学会怎么开黑店，后来橘子也用整个时代示范给我们看什么叫法院认证的便利商店。我是阿 T， 当年我们开的不是便利商店，是童年最便宜也最邪恶的一堂创业课。我们下次见，拜拜。